一套8万块的相机，只能拍照却不能拍视频，却在近2年火到断货。能跟这个消费降级的大环境硬刚的，我不说你应该也猜到了，对，就是富士的 X100。重来，就是哈苏的中画幅相机了。富士的理财产品还是可以拍视频的，而这次更新的是 XRD 这条线，更多实用的实体按键，全新的自动对焦，5轴10级的防抖，更重要的是全新的哈苏自然色彩科学的 HDR 版本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这是行业内第1台 HDR 版的中画幅相机，它就是全新的 XRD 第2代。和它一起更新的还有这颗中画幅的巨三元之一啊，35100。在机身更新的加持下，这个组合的具体表现怎么样呢 ？HDR 的照片有必要吗？那相信看完这期视频，你们会有自己的结论。那所以这不是一期商业推广啊，是哈苏的送测，所以缺点我也会直言不讳。那么在开始之前，有请我的小助理啊，这几年他也用哈苏给我拍了不少照片，应该说小有心得。所以在这儿，请记得给我们1键3连，这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。那当然，在开始之前，你最好点开右下角的 HDR 模式，这样你才能看到满血版 HDR 哈苏的效果。没有会员也没有关系，并不影响整期内容的观看。我们在最近2个月带他去了很多的地方，欢迎本期的像素长街。Won't you tell me about the time back in Kathmandu when they stole your purse, had to sell your shoes, then you met a monk who had nothing left to lose.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t the bottom of the blues. Why, tell me, little bird, was I ever on your mind? 'Cause I miss you when you're gon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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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ut there singing that traveling song. Oh, I know it won't last long, but I miss you when you're gone.那我们还是先来聊聊它的外观。乍一看，这个机身真的是没有什么更新啊，但你细看、再看，你其实会发现很多细节都和上一代不一样了。首先，我最喜欢的是在你右手握持的这个大拇指的位置啊，增加了一个5维的摇杆。这个摇杆可以支持你快速的移动对焦点和选取菜单，这个真的非常的实用。因为我们在室外拍摄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不得不用到取景器，那这个按键就可以快速的选择对焦的具体位置，那不需要你在触碰屏幕啊，又快又准。那除此之外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摇杆下面增加了一个自定义的按键，你可以把它自定义成任意的功能。如果你不动它的话，它将会是选择比如人物对焦还是动物对焦等等等等。手柄的位置采用了全新的这个蒙皮纹理啊，你就摸握持的这个地方，你就闭眼，你喜欢哪个？不要，你不要这么着，对，就是摸它这个质感。好，让你换，你说啊。我们好猥琐。我觉得如果手细腻一点的话，可能更适合这个，但是这个更防滑一点。那另一边的侧盖也变成了磁吸的，那跟上一代比呢，这边增加了一个快门线的接口，它还是内置了1TB 的这个存储，所以这个卡槽跟上一代一样，我也是从来没有用过。那除了这些以外，它最大的升级则是屏幕，以前只能向外翻嘛，它现在可以看往外拉。那这样设计呢，它最大的向上翻折跟之前就不一样了，看之前只能到这儿，现在就可以达到90%，所以这样会让我在低角度的拍摄的时候，比 X2D 跟907X 都会舒服特别多。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像是松下或者像索尼 A1 的那种翻转屏是最科学的，看可以拉出来，最主要还能自拍，所以如果哈苏能上这种屏，我觉得也挺帅的。但是从这块屏幕的显色上来看啊，为了去配合全新的 HDR 功能，这块3.6英寸的屏幕采用了 P3 色域的 OLED 材质。那第一感受是更亮了，因为这块屏幕的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400尼特。这块屏幕确实是在像素排列上有区别，实际使用下来会有感觉，这块屏幕不如 X2D 细腻。虽然是非常微小的差距，微小到整个工作室只有我感受到了。这个我觉得如果你是老用户，你可能会觉得第一时间上会有一点不舒服，但如果你是新用户，没有之前的使用对比，可能你根本就发现不了。那另外就是这块屏幕的色温会比上一代偏暖一点。哇，抹茶蛋糕，给大家看抹茶蛋糕，我们身前的还蛮好看的。那在这儿，其实我们要用哈苏去拍这个阿苏火山啊，哈苏拍阿苏，然后在这儿呢，一定很舒服。让苗老师在我的这个前面当一个模特，然后让我们来测试一下他的这个人眼跟焦，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连拍能力。
我觉得这个连续自动跟焦，然后加上这个连拍还是挺好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跟索尼比啊，也没有办法跟就是别的微单比，因为它，这个连拍说实话虽然有，但也跟闹着玩似的，它大概是一个哒哒哒哒这么一个速度。我觉得哈苏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就跟自己比，不跟别人比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它已经很牛了，所以它这个只是改善之前大家用的时候，让之前用的人更加的有舒适度。哈苏一定更舒服。那在之前的哈苏上，你会看到对焦模式上它有 MF 跟AFS 这2个档。这一次它是增加了一个 AFC。AF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自动。哎，对，这是哪2个词 A 肯定就是 Auto 嘛。F 就是什么 Focus 啊？还真是啊，自动对焦了就是。对。那 C 呢 ？Continue。连续自动对焦。连续自动对焦。哇哦。这个呢 ？S 呢 ？Single。单身的意思。单身啊，单次是吗？对，单次的。以前我搬完快门，我只能是对准那一个。现在的话，我可以一直按下去，它会跟着它。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在拍摄的时候，对焦框会跟着人动了，而且不仅是人眼，还有车跟动物啊。此外就是升级后的防抖啊，那这次哈苏 X2D2 的防抖由原来的7级防抖增加到了10级防抖，也就是说，我基本上可以做到在无需三脚架的情况下，用更低的感光度拍出更纯净的这个照片的。ISO 是多少？200。那你手得稳一点啊。哎呀，来，看那边，再看过去。好。这么近吗，离我？是谁呢？行了吗？虚的吧？这么200的 ISO，快，虚的吧？瞧不起谁呢？瞧不起谁呢？没有一张虚的。可以。X2D2 这个防抖，这个防抖确实很好。瞧不起我！伟大的哈苏加稳如老狗的我。还有一个更新就是它的最低的 ISO 就是感光度从64降到了50。理论上 ISO 越低，拍出来的画面越纯净。ISO 就是那个感光度，就是感受光的那个敏感度。可以这么说。那不是越高越好吗？理论上在光足够充足的情况下，你的 ISO 越低，你拍到的画面越纯净。同样的啊，我现在光不够了，你现在手上有一台相机，你有几个选择 ？ISO，光圈，快门。对，哇，在光圈我已经开到最大的情况下，我已经开到最大了，我动不了了，那么我要动哪个？快门好，可以动快门。动快门，那么就需要什么？光圈。你怎么套娃呀？动快门，你看我快门，比如说我1/2秒能确定它的速度大概是哒哒，这进的光就是哒哒，它就进完了。或者我需要抱2秒，就是我要开放怀抱，就是哒哒，你看这进的光就多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特别抖的话，这个哒它进的光多的时候，稳定。哎，在光圈已经动不了，已经开到最高的情况下，我要不然就怎么着？哒哒，哎，对，就进光多一点，我的快门长抱一点，那我的进光就多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会怎么样 ？ISO 往上拉，我强行往上拉 ISO。有噪点。对的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为什么会知道？对的，真的会有噪点。在色彩方面呢，湖南长沙也有了 HDR 的版本。我不喜欢 HDR， 我讨厌 HDR， 太锐了。你这个是因为什么？刻板印象 HDR 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就这3个字母分别是 Dynamic Range。那理论上其实它就是通过相机拍摄多张照片，然后采取不同的曝光而合成的技术。其实大家知道 iPhone 早就有了，就是有的人很喜欢，有的人则一般吧。我觉得是，有时候我这一下快门按下去，它其实不是拍1张照片。所以它更锐死了。那哈苏的这个湖南长沙的 HDR 采用的是单帧曝光。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叫高千穗峡，虽然没有买到票啊，但是其实这个场景往下看，其实是我最近1-2个月在用这台哈苏以来遇到过光比最大的地方。就是你看
它瀑布地方该亮的地方超级的亮，特别是现在是正午，阳光洒在这个步道上面，就越是这种光比特别大的时候，就非常适合拍 HDR 的照片。但不同的屏幕以及上传平台的压缩，还是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色彩。那么我也在评论区附上了我们这次拍摄的肉格式的照片的一些链接，那你也可以下载最新版的 Focus 调调看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以上哈苏机型的老用户，那也可以在前期拍肉，在软件中输出 HDR 的照片。相信我，你一定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高亮细节，就像真的被带入到了拍摄者的世界。但是啊，为什么大家一提到 HDR， 包括像你，会那么抵触呢？因为丑。这不是丑的问题，其实是因为每家的 HDR 标准都不同，然后它还要依托很多，比如说观看者的收看设备才能展现。这还有中间平台的问题，就比如说我传到一张 HDR 的技术到我的朋友圈，微信压不压缩呀？那微信挺好的一张 HDR 的照片，微信啪一压，那就废了。所以其实过去几年 HDR 一直是一笔糊涂账哦，但是去年官方组织出手了在去年下半年发布了一个国际通用的 HDR 增益图标准。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推出了以后，会不会在每一个平台、每一种设备、每一块屏幕上、每一款手机上有一个统一的显色，这样子才能让真正的前期拍摄的 HDR， 我在修图了以后，是我前期想给大家看到的色彩和细节。那如果你在前期不知道哪一种色彩科学更适合你，你也可以同时在前期拍摄 HDR 照片的同时，后期进一遍软件，那同样也可以输出普通 HNC-S 色彩的照片。那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个模式？这是同一张照片的两个对比。喜欢湖南长沙 HDR 的版本可以扣1，喜欢原始的版本可以扣2。我们在弹幕可以讨论一波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聊聊这颗35-100 f2.8-4。对的。它不是恒定光圈，那广角端最大的光圈是 f2.8， 那长焦端的最大光圈则是 f4， 那等效大概是28到76这么一个焦段。但是由于这个中画幅带来的前景深跟进光量，就是你在实际使用的时候，跟你在使用全画幅的2470的时候，感受上还是有挺大区别的。那在这儿就不过多的赘述了。但是俗话说得好啊，底大一级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很专业。它为什么镜头会中？因为它可以变焦了，同志们，它不再是当初的你拍一个景别，你就要换一个头了。变焦呢，它就出片率更加大大的增大了。因为它虽然之前像素很高，它可以24裁切啊，可以截出别的，但是你有了变焦之后，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看到你的构图，咔，你赚。至少如果你是索尼用户的话，你看我们在想去 zoom in 的时候，基本上都会往这么转，但它是反的。哦，对，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你的手会到这来，有点不太美。但如果你是这样，哎，你最后拍的时候，你的手会是这样子的，会更稳一点。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烦死了，悟空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它虽然很重，但我还是会选择它。我反过来，就是如果不是这次非得让我用这颗头，我早换成55了。也就是大家知道，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，我一般这儿拿一个相机拍视频，哈苏就经常挂在我的肩膀，这玩意儿都往下坠的都不行了，易用性上会差很多。还有一点，其实我倒觉得焦段把我束缚住这件事儿其实挺好的。就我可能在做完这个测评以后，我还是会以后咱们出去，我还是会带这颗55跟990这2颗。机器我会换这个，因为它拍得快一点。对的，我能更加感受到一些摄影的一些乐趣，在用这个55的时候。还有一点就是我真的换不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你知道哈苏的镜头它有一个优势，就是这个自动对焦的时候，我直接拉过去就变成手动。35-100是没有的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用哈苏是为了出片儿，我觉得这颗镜头一点毛病没有。就是我有那种专门做平面的朋友，他是给明星拍照、杂志拍封面等等等等。他之前看过我的评测以后就问我，哈苏我要不要冲？我跟他当时说的是打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对焦，因为连拍，我会觉得这个会耽误你干活。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，如果是干活的话，我也觉得这个机器加这个镜头是可以的，因为它啪，对吧？它不用说换镜头，再加上是自动对焦，快门又稍微快了点，所以在这点上我会觉得可能更适合干活了吧。但反过来讲，就是也会让我在使用它的时候有一种干活的感觉。
那我觉得这次的升级，无论是在机身还是在镜头上，好像哈苏目前对于自己的定位使命有一个全新的诠释，就是它还是没有给视频功能，但是又打破了大家对于中画幅相机的一些刻板印象。那如果说 907X 是哈苏试图在架起数码和胶片的桥梁，那 X2D2 则是好像试图找到那个效率和品质的那个平衡点。那我觉得在这点上，我反而是有点共情的，效率和品质。自我坚持和商业属性好像永远都在拉扯，但是话说回来，我觉得它之于我，可能更加是超越工具的一种存在。因为我是一个视频摄影师，那我其实很感谢哈苏不能拍视频这件事儿。那这2年反而给了我很多拍照的机会，它真的让我找回了很多摄影的乐趣。就我对它的诉求从来都没有希望它变得很能干活，或者说变得很完美。那所以希望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纷扰的世界中，哈苏能够坚持自己来时的路吧。我觉得拍得慢点没什么不好，慢有的时候就是快。那希望在 X3D 上，他不再纠结于自己的短板，而是坚持做自己，做别的品牌做不到的事儿，因为那是你的护城河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，希望大家不要纠结于你自己做不到什么，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做自己，共勉。